你说，顾医生为什么要突然转课题啊？他之前的胶质瘤课题继续做下去，文章不愁，基金不愁，他为什么突然要放弃啊？我觉得顾医生啊，就是太聪明了，论文发多了，人飘了呀，有几篇高分文章，人开始膨胀了，以为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可以颠覆全世界的研究成果。你想想，可能吗？哎，会不会是因为苏维埃啊？他姑姑是，温冉之前说他也是。为了谁也不知道啊。以前没看出来，这顾医生还是个恋爱脑呢。哎。你改变研究方向的事情，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伟安，你先回答问题。今天这个房间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为什么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激动呢？不是顾云峥，你研究了那么久的胶质瘤课题，你交给别人，你不心疼吗？我相信王主任会找到最合适的人接手，不管是谁做，都是为了医学的进步。我现在心思不在胶质瘤上，就算让我继续做下去，也只会适得其反。这是刚才我从温教授那里拿过来的，全部都是他研究舞蹈症半辈子走过的弯路。温教授那样的前辈尚且做不到的事情，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从零开始就能做出成果呢？伟安，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做出成果，不是减轻舞蹈样动作，也不是为了延缓发病进程。我要做的是找到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方法。我知道，这听上去确实不太可能，但是我就是要试一试。是什么呀？我这辈子就已经这样了，我已经无所谓了。你不一样，你的研究生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什么叫你无所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顾云峥，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事实：亨廷顿舞蹈症，它就是一个无解的绝症。就算我们拼尽全力，我们想要找到治愈方法的几率，可能连1/1000都不到。我做实验，碰壁也好，失败也好，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为了救我自己。但是你不一样，你在胶质瘤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你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专家。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做出这样无谓的牺牲，我也不希望你跟我一样，每天都活在虚无缥缈的希望里。为什么是无谓的牺牲？又为什么是虚无缥缈的希望？难道不是吗？苏伟安，我从开始亨廷顿课题的那一刻起，我查阅了将近100篇的文献。我知道是很难，但是我做的每一步，我都觉得它是可行的。我甚至对将来5年、10年，我都做出了规划。这些难道在你的心目中，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呢？我只是不希望你为了感情变得盲目，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我牺牲你本该有的成就。连你也觉得我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对吗？是苏维埃，是你让亨廷顿的研究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繁复的实验。我承认这没错，但是我在书上写的每一个标注，我培养的每一版细胞，
我做出来的每一次荧光染色，都是因为你变得更加的有信念。但这信念不仅仅是因为你，它还是每一个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总要有人开始，也总要有人开路。苏维安，你的信念去哪儿了？抱着治愈亨廷顿舞蹈症的信念，每一天都会活得很失望。那就让我来，所有的失望都由我来背。你的信念是我就好了。我什么都不怕，就怕你突然放弃。既然决定回实验室，我就不会轻易放弃。但是这个不可以把我们俩的未来混为一谈。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好好冷静思考一下。今天晚上我回家住。苏维安，你是不相信我的科研能力，还是不相信我做这件事的决心？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放弃。哎呦，你刚到现在就一直看着他，怎么了？我耽误你工作时间了？好了好了，不错了。我不应该在跟你约会的时候看电脑。说吧。哎，你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只有我是无业游民。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的人生呢，没有生活压力，享受自由人生，多好呀！不过这方明凡呢，我敢打包票，他肯定不是故意不理你的，只是有的时候工作确实太忙了，他也分身乏术罢了。你今天不用和顾医生约会，也不用去实验室加班。怎么啦？你和顾医生闹不开心了？他惹你生气了？怎么样？我们周末出去玩吧，2天1夜。我知道一家很好看的民宿。但是我这周末还要看几篇论文。哎呀，周末嘛，你就不要看论文了。而且我们俩都好久没有一起出去玩了，求你了。好吧。好。你看那个沙，太美了。哎，小狗狗。走吧。拜拜。你好，老板，我预定了一个大床的山景房，看。好的，小姑娘，等我一下。嗨，好巧啊！你怎么来了？江江，对不起啊，我前段时间忽略了你。我这个周末专心陪你，你别生我的气了。谢谢。交给你了，照顾好江江。遵命。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是偶遇，你会相信吗？不信。下班也见不到你人，发信息也不回，我就只好跟到这儿来了。我帮你。不用。素媛，你今天很漂亮。回你自己房间去。江江，我给你准备了好多惊喜，你跟我去看一下呗。什么惊喜啊？到了你就知道了。方明凡，这不会是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吧？我好心撮合你们俩，你叛变倒是挺快的。我先声明啊，我可没有串通方明凡，是他自己给江明准备了惊喜，和我没有关系的。就是啊，维安，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不介意你当我们的电灯泡。我介意。方明凡，你这次要是让我失望的话，你就死定了。不会的，走，去看看。喝水吧。维安，你去哪？回民宿啊。方明凡呢？顾医生呢？怎么没在一起啊？你们？不知道说什么。
伟安，你怎么就不能理解顾医生呢？我应该要怎么理解呢？你知道亨廷顿舞蹈症是一辈子都研究不出来成果的，他的人生会毁在我手里。你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呢？就算他的人生毁了，那是他自己愿意的呀。如果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研究亨廷顿舞蹈症。人不能那么自私，也不能因为我把别人也搭上。你现在这样把他往外推，才是真的自私。你不就是害怕当上骂名吗？你有没有想过，顾医生选择这条路他有多难？你现在跟所有人一样，跟他唱反调，他听到的反调还不够多吗？江江，总算找到你们了。江江，我还有个好地方没有带你去呢，那一定没有秋野。伟安，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你要带我去哪儿？走呀，快点！伟安，我也想带你去个地方。伟安，你知道都江堰的由来吗？2000多年前，蜀地平原，河道狭窄，东旱西涝，但是李冰父子却创造出了奇迹，建造了现在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你带我来这里，就是想告诉我这一段初中的历史。我们都以为愚公移山只是神话故事，但是李冰父子，他们却真真正正的用烈火灼烧山石，在浇水冷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将山凿穿，凿出了现在的宝瓶口。我知道你要告诉我什么人定胜天的大道理，但是历史上有几个都江堰，又有几个李冰父子？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奇迹。就算没有奇迹发生，顶多不过我没有研究出特效药，一辈子都只是一个副教授。你离我而去，我孤独终老。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这样了。云章，难走的路，我一个人走就够了。你没有必要趟这趟浑水。既然一定有人要趟这趟浑水，为什么不能多加我一个？作为医生，我比谁都懂什么才是真正的世事无常。我们能做的只有把握住自己的脚步。我们每往前走一步，就离胜利更近一步。纵观整个人类的历史，区区2000多年，不过只是一瞬。快乐也好，悲伤也好，一眨眼就过去了。伟安，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冷战上了，好吗？虽然说，看你发脾气，也别有一番情绪。这跟都江堰有什么关系？46分水，28分沙。就算你的情绪像山洪爆发，到我这里来了，
也可以被排解掉，化险为夷。谁教你的？套一套的土味情话，土死了！很土吗？我觉得还好吧。不生气了，好吗？江江，肯定是这儿了。哇，好美啊！没有你美。你看这儿还有柿子，假的。真的。啊，咬到我手了。哦，我们和好了。我们也和好了。那快来一起吃啊！走走。你放心吧，医院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哎，不行了，吃饱了。好困，我要回去睡觉。哎，江江，你怎么睡啊？当然是我和维安一屋啦。这不气氛都白烘托了吗？这边去。维安，那你们先早点回去休息，明天陪我去见一个人吧。见谁啊？到时候就知道了。早点休息啊。拜拜。你早点休息啊。我回国以后给你家里打了几次电话，是个女的接的，说我打错了。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你，一定要把东西交给你。这些都是你母亲在拉卡亚工作时候的东西，我一直保留着，总觉得这是你母亲生前留下来的东西，不应该随随便便的丢弃。回国的时候呢，我就一块带回来了。现在呢，我把它交给你。谢谢王叔叔，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王叔叔，嗯，这张照片是？哦，顾工程师出意外的那天，这张照片是在他兜里发现的。谢谢王叔叔。哎，还没有运城的消息吗？这个杜运城啊，犯了错不想着道歉补救，他自己先玩正法了。刘家接回这个烂摊子，就他这点担待，还想继承家业？哼！你怎么不说，这些年你和爸是怎么对待云城的？他被你们伤透了心。从小到大，衣食住行我哪样亏过他？天天跟云峥比生活，他怎么不比成就啊？看谁在学术上成就大，谁给这个家族带来过荣誉。被轻视30多年，云城从来没有抱怨，不求一碗水端平，可以别有天差地别呀。这次要不是被逼急了，云城也不会说出那些话。你就算不心疼儿子，可也不能把他往死路上逼。我哪句话冤枉他了？他医术不精进，我不苛责他。他现在是做人基本的人品出了问题。云城都说了，那是正当的商业手段，你们非说他是人品问题。商业手段，我算是看明白了。有你这种黑白不分的妈，才能教育出这种道德败坏的儿子。我怎么黑白不分了？我看你是不想要云城这个儿子了。行，那我也走就是了。顾云峥再优秀，姓顾不姓杜，他是流着杜家的血，可他和舞蹈症女孩谈恋爱，也不会给杜家留下血脉的。说什么？他和谁谈恋爱？我看你是当院长当的不顾家了，你自己打听去吧。你给我把话说明白。你真是混了头了。他有舞蹈症，你就为这个，为了他，改变你课题研究方向，你就这么对待你的事业吗？我没有昏头，我也没有一时冲动，我有详细的课题规划，我走的每一步都深思熟虑。研究一种病症，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而是为了患病和携带致病基因的一群人。你别拿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来搪塞我。你为了把这个苏安搞进研究室，全院上下人尽皆知，说什么的都有。我不跟你计较，但是你现在要把自己的后半生赌在这么个女人身上，我绝不同意。您现在开始关心起我的人生了，我还真是受宠若惊。亨廷顿舞蹈症那是罕见病，那患者群体就那么几个人，你今后到哪儿去申请基金呢？越是黑暗的地方，就越需要有人去开疆拓路。罕见病患者的生命难道就没有价值了吗？他们难道就不值得被看见了吗？全世界那么多优秀的团队都失败了，你怎么就认为你能搞出成果来？我不认为我可以搞出什么成果，甚至这一辈子，大概率我都搞不出什么成果。但是我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去尝试。我认为亨廷顿舞蹈症，即便是走再多错路、再多弯路，也是值得的。你简直荒唐！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连长，爱情能当饭吃吗？你这典型是被情感冲昏了头脑，你在自毁前程，你知道吗？在你心目中，当然没有持久的爱情，但是我跟你不一样。我
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我不允许你转方向，我更不允许你和那个苏伟安谈恋爱。你是以什么身份不同意？是以院长的身份，还是我爸？马上把顾云峥实验室所有人员资料给我送过来。来了来了，谁呀？哎呦，您是？我叫杜永松，是云峥的父亲，华人医院的院长。您好。哦，云峥父亲啊，快请进，请进。哎，他是姓杜还是姓顾来着？您先坐坐坐。我叫您院长，是不是有点身份了呀？我就叫您云峥爸爸。小顾这孩子呀，太低调了，都没告诉过我爸爸是院长。看来他们交往很久了，连家长都来见过了啊。是。哎呀，这小顾啊，真是个好孩子，对维安呐又体贴又照顾，对我呀也特别细心。哎呦，要不说呢，还是您教导有方啊。我今天过来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不赞同他们两个交往。哎呦，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事儿，是孩子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这些当家长的就不该干涉了吧？我的儿子肯定能有所选择，但是您的女儿恐怕就没有什么可选的余地了。苏安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您应该知道吧？那可是家族遗传病，后代有50%的概率会遗传致病基因。你别说了，我女儿的情况我都知道。您知道就好，但您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女儿会成为别人的累赘，还坐视不理吧？哎呀，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做医院院长的人能说出来的话。你回去搞清楚啊，是你儿子一直缠着我女儿。云峥为了你的女儿，把他的课题研究方向改成了亨廷顿舞蹈症。他原本在交织瘤的研究领域已经小有成就了，他这么做是在自毁前程。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我不知道什么留不留的啊，我只知道小顾他很聪明。我女儿在医科大学的时候也是高材生，只要他们两个勤勤恳恳、全力以赴，这什么舞蹈症的药肯定能研究出来，明年就能研究出来，后年就能上市了。您还真是无知无畏啊！那要是真那么容易，张河医院的温教授就不会遗憾的退休。舞蹈症，那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有多少顶尖的医学家、实验室都铩羽而归，他们两个很可能到最后耗尽一生的精力，都找不到对治的方法。我不懂研究，可是我懂爱。我也知道要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倒是你呢？啊，我真好奇，你到底是姓杜啊，还是姓顾啊？小顾可从来没跟我提起过你，为什么呀？你们关系不怎么样吧？你到我家里说这些不着边际的话，云峥他知道吗？孩子们一时兴起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但是做父母的不能跟着一起犯糊涂。我今天来就是要表明我的态度，我绝对不允许他们两个交往。如果你还是个通情达理的母亲，我希望你能好好劝劝你的女儿，知难而退。你反对，要反对还轮不到你，要反对也是我反对。云峥他有你这样一位父亲，说不定啊还有心理阴影和心理疾病呢。要说不同意啊，应该我不同意才对。你不同意最好，我希望你说到做到。哎呀，今天真是倒霉，家里怎么就进了这个不干不净的东西？哎呀，我得让他扫地出门。干什么？扫不干净。
走！真是不可理喻！我才不怀疑你了！我回来了，妈。怎么啦，兰姐？叫你也不理我。你跟小顾分手吧。你这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早上还让我们停止冷战呢。怎么了？今天小顾他爸来了，说了一些不着调的话，我管他是什么医院院长呢，我就拿扫帚给他骂出去了。哪个医院的院长？你知道吗？华人医院的呀，叫什么永松，杜永松。啊，对对对，杜院长是他爸爸。维安，这么晚了，你叫我出来做什么呀？你为什么一直没有告诉我，杜院长是你爸爸？维安，我不是刻意要隐瞒你的，我只是觉得，跟你谈恋爱的人是我，这跟我爸没有关系。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了我们家，跟我妈说是我高攀了你。什么？他跑去你家做什么呀？杜永松，他只是我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我跟谁谈恋爱，他根本就管不着。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瞒着我？改课题也是，你爸爸也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只有我不知道。还是说，你会觉得我接受不了你的家庭？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让你因为我们家的那些琐事而烦恼。维安，你就专专心心的搞你的科研，咱俩就一起开开心心的生活，这样不好吗？但是你爸爸现在找到我们家，而且我妈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对不起，维安，是我不好。好，那我就告诉你我的家庭。我8岁那年，我妈妈去世了，杜永松再婚，杜云成和他妈住到了我家来，我就搬出去和爷爷住在了一起。原来我以为我妈和我爸是因为感情不和，所以才离的婚。直到我发现了我妈遗物里那张照片。什么照片？照片里是杜永松、杜云成还有他妈。原来早在我妈去世之前，他们就已经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我妈离世的时候，都一直把那张照片带在身上。我想她应该是知道了杜永松的婚外情，所以才精神恍惚，发生了意外。维安，如果说我们2个人有一个高攀了另一个，那就是我高攀了你。我除了爷爷，没有其他亲密的家人。我甚至在遇到你之前，我都不知道如何去爱一个人。不过，
我没有提前告诉你，是我不好，我惹你生气了，是我不对。可是苏维安，我既然认定了是你，就不会这么轻易的放弃。没有人可以改变我的心意。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你放心，你妈妈那边，我会想办法。我妈现在肯定不想见你，她已经反对我们在一起了。那我就用真心和行动去打动她。老苏啊，维安的事儿，他们以为我不知道，可是怎么可能呢？维安是我女儿啊，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那个时候，你刚走没多久，那天维安问了一大堆问题。当时就觉得奇怪，我问他什么都不说，就是背地里啊，对着我某些小动作。啊，有点橙汁儿。妈，今晚晚点走不敲门啊？我在我自己家敲什么门呢？我还要学习。先出去吧。好啊，别太晚啊。这个患者现在情况怎么样？发病没有？没有。那医生，这个病有药可治吗？目前全球范围内还无药可治。要笑不哭啊！来，走。是绝症吧？我那儿子呀，也是脑膜癌晚期了，医生说也最多不过半年时间了。我们做家属的一定要稳住情绪，绝不能倒在他们前面。心里再苦啊，也得要笑，笑不出来啊，就咯叽咯叽自己。哪怕是这心上啊，像插了把刀子，也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们不单要笑，而且要笑出声儿来，这样啊，他们才不会感到绝望等死。哪怕是有6分的高兴，也要表现出12分的开心，是吧？后来呀，阿元突然发病了，我当时整个人都傻了，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给维安打电话，我让他回来。可是我打完电话，我就后悔。你说他回来干什么呀？眼睁睁的看
自己将来会病成什么样子吗？都怪我。后来啊，他那个朋友温然非得让他做那个基因检测，我当时也不想让他做，可是他说可能检测的结果会不准。阿姨，我们华人医院做基因检测可是最有权威的，这万一在外面小医院做的结果不准确呢？还是要看一下报告才能放心。你说是不是啊，阿姨？是是是。老苏，我多希望安第一次检测的结果是错的，再检一次，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可是老天爷呀，就是不能给我这个惊喜呀！我这么好的孩子。后来，温岚和江江，他们两个一人拿了一份结果。维安的检测结果是阴性，我有报告为证。我当时就明白，温岚她不想告诉我，还想继续瞒着我。你不想让我知道啊，妈就不知道。虽然妈不是什么好演员，但是只要安要演下去，她不叫停，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叫停。老苏啊，前2天那个杜永松到家里来了，他告诉我维安得舞蹈症的事，还说了一堆不着四六的话，把我气的呀！你说他为什么要拆穿这一切呀？我还能不能陪着维安接着演下去？妈，你早就知道了。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呢？妈妈知道，你不想告诉我，是不想看到我这样以泪洗面。我不告诉你，我也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咱们俩这样哭哭啼啼的。其实我们俩都想多了，你看我们不是挺好的吗？是吧？我们每天也没哭啊。你现在全力以赴在研究那个治舞蹈病的药，我呢，都成广场舞皇后了。我们是不是很棒？没有被这个病吓倒，对吧？傻丫头，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跟妈妈分享过心跳的人就是你。那个时候啊，你就在妈妈肚子里，我那个感觉又神奇又甜蜜，所以从那个开始，妈妈就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你更重要的东西了。你别怕啊，不管发生什么，妈妈都会陪在你身边，好不好？爸，你当我的乖乖女，我做你的傻妈，我们两个好好的。你为什么去找苏维安的妈妈？你为什么跟她说那些话？现在值得着急了。我只是就事论事，说了些我该说的话。你凭什么干预我的感情？你凭什么跑到别人家里去大放厥词？就凭我是你爸爸，就凭我对你好，我不能容忍那个有基因缺陷的人把你后半生给毁了。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是我爸？要不是因为你，我妈她会一个人在拉卡亚回不来，她会一个人在国外不明不白的这样死掉吗？你说的是什么胡话？你自己好好看一看。这是妈妈出事当天在她兜里发现的。什么重组家庭的崔阿姨，她杜云成，分明就是你的亲儿子。你在认识我妈之前，早就跟崔杰在一起了。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妈结婚？如果不是因为这张照片，我妈她至于精神恍惚，在施工现场发生意外吗？你还说不是你害了她？星辰，他怎么会有这张照片？不是我，真的不是我。我妈去世的时候，连她的遗物都没有人去认领。她的同事不知道给家里打了多少个电话，都联系不上。可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她在拉卡亚不要我了，她不爱我了。你怎么好意思？我童年受到的这些欺骗、这些伤害，你怎么弥补？你算得清吗？你自己的感情、家庭一塌糊涂，你有什么资格对我的另一半指手画脚？我跟谁谈恋爱，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苏维安他有没有基因缺陷，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叫做真正的爱情，你根本就不配。队长，你听爸爸说，我过去确实做错过事情，但我现在真的是为了你好，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把自己给毁了。你不要张口闭口就说你是我爸。我和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父子之情。杜院长，你也不用再拿长课题的事情来威胁我。不管你盖不盖章，我相信一定会有其他医院、其他实验室支持我的研究。我请你不要再去骚扰苏维安和他的家人。我自己的事情，我也希望你不要再插手。老杜，你吃饭了吗？我打包了西班牙海鲜饭，要不要我给你热一下？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这张照片是你寄出去的吗？
这不是咱们一家3口照的相片吗？你从哪儿把它找出来的？是你把照片寄给顾星辰的吗？是我。怎么了？他当初在拉卡亚援建，不回来跟你离婚。云城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没有父亲，我不能坐视不理。你知不知道，他死的时候兜里揣的就是这张照片。他很可能是知道了我们的关系，才出的意外。是你把他给害死了。我害死他，害死他的不是我，是你。当初我们恋爱谈得好好的，你突然要跟我分手，都是因为这个顾星辰。你说什么？相亲介绍的，门当户对，好合好散。可当时我已经怀了云城。你别让云城跟我说事！你当时偷偷怀孕生下的前前后后我都不知道。你这是一个父亲该说的话吗？我不偷偷的把云城生下来，我能怎么办？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让我割舍它，我办不到。我不是让你等我，我让你等我，你为什么自作主张把照片寄给他？等了1年又1年，我一等就等了7年。顾星辰在外面援建，1年又1年，就是不回来和你离婚。你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他还霸占着你，霸占着这个家，跟我的云城的。我的云城就因为没有父亲，在学校受同学欺负，凭什么？他才是杜家的长子长孙。够了！我没有说。老爷子从来不拿正眼看云城，你以为他是因为我2婚带进来的孩子吗？云城的眉眼跟你长得一模一样，世人都说跟你长得像，老爷子他不傻也不瞎。你们瞧不上云城，就是因为我的出身不如顾星辰，我的学历不如他高，我的家世没有顾星辰好，不配做你们家的媳妇儿。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爷子不让我去老宅，还说我势利，其实他才是1等1的势利眼。你爸走的时候把你交给我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看不起你。我知道，小顾是个善良懂事的好孩子，可是他有那样的一个爸爸，你要是嫁过去，肯定得受苦的。妈，我现在还没有结婚打算。我不管你结不结婚，反正对方不能是顾云峥。手冰凉。啊，出去啊？好的，张叔。哎，阿姨，来，我来接维安上班。你们是去买菜是吧？维安啊，你那个工作呢？那地方要是不通地铁啊，你就别去了。要是非得去，就早点出来，勤快点，听见没有？好，那我先去上班了。中介怎么回事？什么人都往里放。不是阿姨。兰姐这次好像是真的生我气了。她不是生你气，她是生你爸爸的气。你爸跑到我们家说了非常多难听的话，
还有关于我病的。对不起，维安。兰姐她一定很伤心。原来我妈早就知道了，只是一直陪着我演戏而已。我一直以为是兰姐心大，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兰姐她真的很爱你，我一定会想办法去弥补。你最近还是少出现在我妈面前了，我估计她不会给你好脸色的。那不行，越是这样，我就越要在她面前刷刷存在感。我要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会像她一样，珍视她的掌上明珠。来了来了，阿姨早上好。怎么又是你呀？我给您买了早餐。阿姨，这个鱼好吃，好吃。阿姨，您别动。阿姨，你别再跟着我了，我是不会同意你们俩的啊！你死心吧。不是阿姨，您这么说的话，那就表示还是我做的不够多。这样，您不用管我。总之呢，您去哪儿，我都陪着你，好吧？小顾，阿姨知道你是个好孩子，我也真挑不出来你有什么毛病。不是，你爸爸他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家维安的，你知不知道？维安对我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所以我不可能允许任何人轻贱他的。你别在这浪费时间了，白花心思。阿姨，顾医生，闭门羹好吃吗？好吃好吃，这2天吃了不少呢。你不是一直惜时如金吗？怎么在兰姐身上花那么多时间啊？我得讨好丈母娘呀，这样才能有像你这么优秀的女朋友呀。生活中温柔体贴，还可以每天为我工作12个小时以上，我是不是赚了呀？老奸巨猾。什么？老？难道不是吗？你比我大6岁呢。你再说一遍。老奸巨。还老吗？老。舒言，你别跑！当你女朋友太累了，上班脑力透支，下班体力透支。那这样吧，这周末我带你去自驾游，顺便放苏同学一个假，怎么样？但是这周末我们得去看姑姑。姑姑她怎么了吗？姑姑现在不愿意见人，我们不在的时候，她还能让护工带她出去走走。我们要是去了，她就躲在房间里不见人。没关系，我来想办法，放心吧。阿元，阿元，
你开门，是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喝的醪糟汤圆，我加了好多桂花呢。你快开门尝一尝啊！阿姨，你来干嘛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这种死缠烂打的没有用。他是来帮忙的。帮什么忙啊？苏阿姨，你看，今天这天气还不错啊。咱楼上这小院啊，花都开了，带您过来看看。您啊，不能每天都待在房间里，得出来看看，晒晒太阳。你看，那边的花多漂亮啊！回去吧。苏老师，苏老师，我们都很想您。苏老师，我也很想你们。妈，是顾云峥联络了姑姑之前乐团的同事，希望他们来陪陪姑姑。小顾，你费心了。阿姨，以后您来探视姑姑，可以叫上我一起。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您尽管吩咐。小老板，恭喜你啊，得偿所愿。现在恭喜还太早，这才刚刚开始呢。小老板，我听说咱们医院批的经费很少，没有热门科研领域那么多。华西区罕见病科技公益计划 ，A 光科研基金。哦。哎，素媛，一次性手套用完就扔掉呀？这手套消毒一次还能继续用呢。现在我们经费紧张，能省则省。不是吧？我们现在已经连一次性手套都用不起了吗？一看你就是没吃过苦的。以前研究胶质瘤的时候，大手大脚惯了吧？
现在我们还没有申请到舞蹈镇的科研基金，用的可都是焦志留的老本呢。这种日子还不知道要过多久。确实，以前做科研的时候，也没吃过什么苦。好吧，现在不是你秀优越感的时候，以后我们都得节省一点了。那就先刷我的卡吧。自费搞科研呢？你难道不知道搞科研就跟变魔术一样，卡里有再多钱，也分分钟让你没掉吗？我知道，我是说，在我们申请到微光科研基金之前，刷我的卡。微光科研基金？微光科研基金是一个罕见病公益计划，创始人曹勇是一名渐冻症患者，也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副总裁。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致力于推动国内罕见病的研究。这个基金就是专门用于罕见病研究项目的。苏然，那这次就由你来负责微光科研基金申请的提报。我？虽然基金不是特别多，但是也足够让我们启动整个项目，不用太有压力。靠你了，回安。但是我……基金现在对我们来说那么重要，为什么让我去提报？应该要找一个更有把握的人去。因为你爱钱啊！你为了钱可以奋不顾身，有你这股冲劲儿，我想我们一定可以顺利的拿下微光科研基金。在跟你说正经事儿呢，别开玩笑。我也没跟你开玩笑，苏维安，你呢，也是做实验的人，将来发表论文，你也是第一作者，只是一个15分钟的会议报告而已，你难道还想让我这个通讯作者亲自上来？那方明凡也可以，为什么不让方明凡去？你到底在害怕什么啊？申请基金那么难的事情，我怕因为我的能力不足，到时候申请失败了，我会很内疚的。苏同学，你在天堂乐队里打的到底是什么鼓啊？退堂鼓啊？哎呀，我没有心情跟你开玩笑了。你自己想想看啊，我和方明凡平时手术排得满，我每周还要去学校上2节课，咱们组最闲的人就是你，所以提报项目的任务非你莫属。那我要怎么做才能赢得比赛？我会帮你制定一个详细的培训计划，到时候你照我说的做就行了。不好，重做。我都修了3稿了，这又有什么问题啊？背景介绍太浅，实验结果、图片和文字比例失调，讨论的部分缺乏重点，听的人稍微一走神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失去听众的。你这样的话很容易失去我的。苏维安，你让我看你的方案，原来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希望我说你做的不好。我没日没夜做了这么久，总是否定我这也不好那也不好。
真生气了？红也红不好。好了，韦安，我没有跟你说鼓励的话，那是因为我以为你知道，咱俩之间不需要说那些客套的话。我跟你说吗？那要看你怎么定义很熟了。再去改一个。把我刚刚说的都改喽。通过调节纹状体突触功能，以减少亨廷顿舞蹈症的运动障碍和纹状体萎缩。针对 HD 神经营养因子 BDNF 缺乏而进行直接或间接补充资料等等。好了，我的提报到此结束，感谢各位聆听。苏维安，到时候坐在台下的很多都是研究亨廷顿舞蹈症很久的专家。你认为你刚刚说的这些他们会不知道吗？你说了这么多别人的研究成果，那你呢？你自己的见解在什么地方？提报时间只有15分钟，当然只能浅尝辄止了。我觉得挺好的了。维安，你第一次提报就条理清晰、逻辑缜密，比我第一次好多了。如果再努力，肯定……回去重新准备。你既然都已经站在了发言的位置，那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在分享自己的见解。你刚刚说了这么多，但是每一句好像都在说：“哦，我是个新人，我了解的不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还不如别去丢这个脸。知道了，我会继续补充材料的。好了，韦安，去洗澡睡觉吧。不去，怎么了？我要发愤图强，省得你在别人面前老是数落我。我对你严格要求，那是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你现在的成绩都是靠你自己努力得来的。但是你老是当着别人的面说我，会显得我很废。不会的，我们科室的人都知道，但凡我会提出问题的，那都是我认为到了及格线的，否则我一句话都不会说，直接退回。所以我现在一直徘徊在及格线。你的及格线要高一点。所以我爱训就比别人多一点。好啦，你现在呢，不适合再看电脑了，过度疲劳对你不好，快去洗澡睡觉吧。不行，方案还没背熟呢，要睡你自己睡。别等一下名师出不了高徒，全怪在我头上。你刚刚说什么？我一个人睡？是不是高徒我不知道，但一定是爱徒。好了，韦安，明天呢，我会对你进行系统的训练。现在呢，你赶紧去洗澡睡觉吧。走。世界公开演讲锦标赛冠军的获胜秘诀呢，就是练习直到完美。苏维安同学，咱们开始练习吧，做好笔记哦。基因疗法可以彻底治疗单基因造成的遗传病，或通过调节运转失常的基因治疗。停！你不能像台机器一样直接把 PPT 给背出来，你要加上自己的逻辑、自己的见解，声情并茂、有激情的讲述。
世界范围内被批准的智力 DNA、反应寡核苷酸、小干扰 RNA、脂质复合体、病毒以及遗传工程细胞治疗产品都被列为基因治疗药物。停，肢体语言太多，这样只会分散听众的注意力。外泌体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的功能集中在外泌体控制错误折叠的蛋白质积累以及 portalopathies 也有显著性效果。停，英文如果说不利索的话，就直接说中文。停，停，停，停。停！我累了。好，那我们中场休息一会儿，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儿？干嘛好端端的带我来商场啊？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背几个单词呢。参加这种大型会议也是需要穿正装的，你有正装吗？你的着装代表着我们整个项目组的形象，可不能马虎。可以的。这个不错，就这个吧。这确实不错啊。可是你这个裤子会不会有点短啊？还好吧。你到时候是站在那个演讲台后面，根本就看不到腿。看不到腿不是正好吗？我觉得太短了吧，这个。人家本来就是短裤，能不短吗？就这个了。好吧，就这个了。伟安，将来我们结婚，一定要选长款的婚纱。谁要跟你这个大魔头结婚？我又不是受虐狂。回家之后，大魔头心甘情愿给你打工。怎么，苏伟安？当初你哭着求着要做我女朋友，不就是为了要嫁给我吗？算了吧，我可不希望你中年丧偶。苏伟安，你是对我没有信心吗？我对你很有信心，你这么优秀，不管几岁，都会非常有市场的。你这个小脑袋瓜，一天到晚都想些什么呀？我说的是，我们可以早日研发出新药。嘿，这小广告哪儿都塞。舞蹈症康复交流会。我们心系你我，传递温暖。那么现在开始我们的交流会，请这位朋友先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我给我妈妈买了那个哑铃，帮她锻炼肌肉。有一天，她乱挥，把家里电视都砸了。我跟她说没事儿，砸了再买。我爸爸说，买了也会砸。从那以后，我们家就再也没看过电视了。最近我爱人吞咽开始变得困难。有一天他吃桃子突然给噎着了，把我给吓的。现在我们家吃饭我都单独给他做成流食，什么粥啊、菜啊、肉啊，都打成糊糊才能吃。我们舞蹈症患者离不开家属悉心的照顾，让我们给他们2位鼓鼓掌。那么下一位，谁还愿意来分享一下？这位朋友，我看你来过好多次了，但是从来没有听你发过言。我的女朋友被查出携带亨廷顿舞蹈症的致病基因，不过她现在还没有发病，所以目前还没有办法和大家分享照顾她的心得。我很好奇，你女朋友还没有发病，你怎么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呢？我女朋友，她是父系3代患者，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发病，但是我非常的爱她，我希望自己可以陪着她一直走下去。而在座的各位，你们都是我的前辈，你们自己的经验对于我来说都非常的宝贵。那我来这里其实就是想先提前学习一下，为将来可能会面对到的问题、困难提前做个准备。我自己是一名医生，目前刚刚开始研究治愈亨廷顿舞蹈症的药。我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研究出来最终的治愈方法，但是我不会放弃，我会一直努力下去。让我们给他鼓掌。阿姨，这个是你塞的呀？你就是为了让我听到这些是吗？阿姨，我知道，您现在一定还在生我的气，但是刚刚我说的所有话，每一句都是真心的。我就是希望您可以放心的把维安交给我。我一定会竭尽全力的去照顾他。你真的有信心能照顾好他吗？我有。维安将来可能会变成什么样，或许我比您更加的清楚。照顾维安这件事情，没有人比我更加的合适了。之前让您和维安平白无故的受到伤害，我在这里真心的向您道歉。我也向您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请阿姨，您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来来来，里边请。妈，哎。
带我妈去哪儿了？秘密。秘密，快坐，吃点水果。好嘞，阿姨。哎，去哪儿了？跟你说了吗？秘密。不是妈，你怎么又变脸了？你这节奏都快跟不上了，不生人气了？哎呀，我看小姑对你挺上心的，把你交给她，总比交给别人放心吧？啊。这个顾医生啊，哪儿都好，就是眼神不好，非得跟你女儿死磕到底。我女儿人美心善，还努力。她要是打算跟我女儿死磕，那就证明她眼光好，是吧？真不生气了？哎呀，好了好了，人家自己在那儿坐着，给人倒点水啊。伟安，不要紧张，我相信你可以的。咱们准备的这么充分，接下来就交给运气吧。但是我运气一向不好。你的运气是挺不好的，一共8个队伍，抽签抽到我们最后一个奖。那怎么办？你放心，对于能力不足的人来说，排在前面确实是有优势，但是你在最后一个。如果你和他们的对比够明显，就更容易胜出。加油！加油！加油！走吧。希望随着科学研究与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干细胞能够真正的广泛应用于临床，为PD患者解除病痛。我的汇报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大家。下面有请第7组杰辉医药晨光实验室市场部经理温冉。杰辉，他怎么也来参赛了？杰辉居然能看得上这么小额的奖金，真是冤家路窄。大家好，我是杰辉医药公司的市场经理温冉。下面由我来讲述一下这次的课题：如何靶向清除 HTT 蛋白，用以治愈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和我们的也太像了吧？亨廷顿舞蹈症是一种由 HTT 基因突变所导致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患者体现于全身肌肉不自主的抽搐。研究发现，患者神经细胞内 HTT 蛋白结构异常，在细胞内过度聚集，无法被清除，干扰突出小泡的运输，抑制神经递质释放。杰辉一模一样。哎，你们看，杰辉的专家团队里写着研发部主任贺晓光，他什么时候投奔了杰辉啊？谢谢各位评委的聆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贺医生从华人理财还能带走这么重要的资料，不得不说我很佩服。说吧，想要什么？我要求全面负责杰辉的药物研发管线，外加一个独立实验室。还有吗？年薪是华人的3倍。成交。温冉自从离开华人，学术水平进步这么大，这绝对不是他自己的真实水平，他背后一定有军事。那现在怎么办？别紧张，就按照我们准备的方案来，相信自己。
下面有请最后一组来自华人医院的课题组，演讲人苏维安。加油！加油！各位评委、各位领导，大家好。今天我要汇报的课题是 HTT 蛋白抗体清除体系研究。这刚刚好像说过，什么呀？这不是跟结辉的课题一样吗？对呀，一样的。他还能研究出什么花？云城，还是你想的周到，提前公关了组委会负责筹钱的人，让苏维埃排在我们后面，效果大打折扣。我们都知道，蛋白质的三维结构是由该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所决定的。在神经退行性疾病当中，错误折叠的蛋白容易聚集在一起，从而导致蛋白沉淀。你倒是讲点新鲜的吧，都听过了。这边不错，基本上都已经熟练了，鼓励。真的？嗯，那要是打分的话，这一次表现能打几分？怎么低也得有一个7、8分吧。才7、8分啊？嗯，这么低。那怎么样才能拿到满分？永远都要有 Plan B。既然大家已经听过了我们的课题，那我就说一些大家没有听过的。为什么我们想要研究亨廷顿舞蹈症这个课题？其实，我只有本科学历。本科啥？苏维埃又想搞什么鬼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我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因为我本人就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的携带者。小老板，苏维安这可是自杀式发言。3年前，因为我父亲的突然离世，医生建议我去做基因排查。得知结果的那一刻，我非常绝望。这对当时身为一名医学生的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医生告诉我，只要舞蹈症一旦发病，我就根本不可能再拿手术刀。所以，我不得不放弃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那个时候，我突然失去人生方向，很迷茫，一心只想逃避。后来我去了国外，我拼命赚钱，企图为自己的人生找一条后路。亏得自己还好意思说。但是很遗憾，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后路。所以现在的我非常后悔逃避的那3年。提取细胞蛋白1小时，转膜封闭2小时，结合依抗需要12小时，一天为什么只有24小时？我经常拷问我自己，如果我可以早一点回归科研，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推进这个项目？是不是就可以早一点让同样绝望的人看到希望？就是因为可以看到生命的尽头，所以我才想要更加努力地奔跑。请大家相信，我一定是在座的人当中最迫切希望可以研究出治疗亨廷顿舞蹈症药物的人。尽管前面的路很难，我们一定会燃尽生命，找到那一束微光。谢谢大家。下
下面有请微光基金董事为我们公布结果，有请。那么接下来我宣布，此次获得我们微光科研基金的是华人医院亨廷顿舞蹈症课题。我们做到了！太好了，小老板，我们有钱了。凭什么又是苏维埃赢？难道卖惨就应该获胜吗？我不服。杰辉本来就不缺这笔资金，那为什么我们来参加？为了告诉我们的老朋友，我们回来了。小姑娘，你很勇敢，也很真诚。我见过许多课题组，能坚持到最后并且成功的，都如你一样，有一个孤勇的性格。我很看好你们的项目，希望你们日后好好努力，早日取得突破。谢谢。我们做到了。对啊，伟安，我们做到了。伟安，接下来你得细化方案，你也是。伟安，刚才的演讲很精彩，赢得基金实至名归。这微光基金的组委会也太随便了吧？这卖惨也能赢得了比赛啊？卖惨？还有人比我更惨吗？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小偷窃取成果。你是想说我没有抄袭了你们的课题吗？抄袭也是需要技术的，就你们刚刚那个 PPT， 完全是直接的复制粘贴。没有证据，不要凭空污蔑。撞了课题只能说明亨廷顿舞蹈症的主流研究方向就那么几种。好呀，那今后的研究，大家各凭本事。那你们要抓紧时间了，杰辉可不会原地踏步的等你们。好，袁安，走吧。袁安，这哪来的没标仪啊？跟隔壁组借的。那我们自己那台呢？坏掉了，还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呢。坏了。对啊。那你拿给我，我来修。动物实验事情还没准备好呢，别浪费时间在维修上。那就再买一台吧，不能总用别人的呀。这没标仪我们自己每天都要用的。没标仪一台1、2万呢，我们哪买得起啊？而且我们申请到的微光科研基金已经在分子阶段用的差不多了，动物实验还需要更多的钱。哟，涂总来了，有事儿？这里是杰辉，不是华人医院。我请你来，是请你来喝茶的吗？哎呀，这个理解您的心情啊，非常着急。但说实话，我比你还急呀。但是实验阶段真好东西是不可控的。什么叫不可控？我给你花了那么多的投资，帮你请了那么多国外的专家，全打水漂了。顾云珍跟苏维安什么都没有，都能筛选出有效的化合物，已经进入动物实验阶段。
如果你的能力仅限于此，我花那么多的高薪请你来，意义何在？你这么说就不对了。你看啊，我来之前，这框架是他们打好的，对吧？我来之后总要花时间去消化吧，而且我也筛选出了几个化合物，你得给我时间去验证有效性啊。你只要告诉我一句话，行还是不行？当然行了。好，那我就提醒你一句话，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年轻人，爸爸，为什么我这个标准曲线不呈线性啊？是不是蛋白测的不够准？我都测了好几遍了，而且以前也没有这种情况。那你想想看，最近有没有改变什么变量，或者改变过什么实验条件？我在网上买了一个96孔板，该不会是这个问题吧？那十有八九就是它了。韦安啊，你不要因为资金的事情过于发愁。一味的节约，只会浪费的更多。你呀，就放开了去做资金的事情，我来想办法。照这个进度看，今天又不能准时下班了。别说了，我已经整整1个月没有见到我女朋友了。再这么下去，实践结果没出来，我女朋友就要先飞了。你还好，还有个女朋友。我呀，连个相亲的时间都没有。孤独是我们科研狗的宿命啊。喂，小童。对不起，我给忘了。怎么了？我忘了我女朋友约我看电影，她让我半个小时出现在电影院，不然就要跟我分手。可是我这1号的结果还有3个小时才出来，来不及啊！这样，我帮你吧。这么好？前提是你得借我几个离心管。没问题，只要我能去陪我女朋友，实验室的离心管你随便拿。谢谢。苏医生，那我预约你明天的时间。当然没问题了，包在我身上。走吧，伟安，下班回家。不行啊，这些东西还没弄完呢。这些好像不是咱们的实验。对啊，你看，这些我1分钱都没花。你今天一直在做这些？对啊。对不起，伟安，让你受苦了。一点都不苦。今天晚上实验室的奥运冠军肯定是我。那我陪你一起。好呀。好了，现在需要把这些培养皿以1小时为单位观察起来，然后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好了。
师，您赢了。你这放水放得很明显呐！啊，怎么着，故意输给我呀？是老师您自己赢下了这一局。少废话，这步棋啊，明明可以放在这儿，胜算更大。啊，你却偏偏的自投罗网。我这一招啊，确实是有破绽，但是如果您没有看出来，我下在这儿就可以反败为胜，所以还是您棋高一招。哎，我说嘛，怎么今天下班之后，这么爽快的就答应我下棋？说吧，有什么事情啊要找我？老师，我需要资金。你们不是申请到了微光科研基金了吗？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我们已经准备进入动物实验，亨廷顿舞蹈症的转基因模型鼠，确实十分昂贵。你们这个课题啊，经费不充足，那是很正常的。如果经费充裕，那才不正常呢。如果现在转回胶质瘤，还来得及。我是不会改变我自己的决定。其实我也就是来试试，如果老师您这堵墙我撞不破，那我就去撞别的墙。臭小子，我就知道你是这个臭脾气。那这样吧，回头呢，你先整理一份你们实验的进度资料，我帮你推荐给几家药企的负责人。但是丑话说在前头，结果怎么样，我可不敢保证。老师，我就知道你是不会不管我的。哎，时间还来得及，咱们再杀一盘，啊，来。去哪儿了？搞钱去了。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去了吧？出卖什么色相？我去找王主任去了。我找他帮忙，让他帮忙介绍几家医药公司，这次一定把他们拿下。那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你呀，赶紧把数据录完，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一觉。我就赶紧把它录完，我们就回家吧。根据我们这3年以来的动物实验，基因编辑技术阻断突变的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目前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CRISPR-Cas9 靶向剪切 DNA 的能力是从细菌的进化当中而来的。该系统呢，使用一种被称为引导 RNA 的短序列 RNA， 它可以与互补的 DNA 序列进行配对。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通过设计合适的引导 RNA 序列，来瞄准几乎所有的基因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结合 Cas9 以及 RNA 的序列，阻断了 DNA 的序列。
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该方法并不会产生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以及其他等等不良的副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等待临床实验的审批通过。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听我的汇报讲座，谢谢。还在忙呢。哦，伟安，这是我刚洗的水果，你自己吃啊。好。给我朋友圈点赞。哇，都快过年了。怎么样，伟安？想好了吗？是不是要跟我一起回家？这不是天天都回家的吗？我说的是跟我一起回家看爷爷。但是过年我得回家，我要是不回去，我妈一个人多孤单。爷爷想见你很久了，你忍心让他失望吗？道德绑架我，我才不会上当。我要是不绑架你，我怎么跟爷爷交代啊？这样好不好？我们各回各家，你回爷爷家，我回我妈家。等到节后我去拜访爷爷，怎么样？好吧。好，我知道了，小静，谢谢你啊，也辛苦你了啊。怎么样，妈？明天咱们什么时候去接姑姑？你姑姑说，她想留在疗养院过年。啊？为什么呀？就是照顾你姑姑的那个护工小静，刚才打电话过来说是疗养院今年要举办一场新年音乐会，你姑姑呢想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但毕竟是过年，一家人还是得在一起吧。是啊，我也问了，但是你姑姑坚持要留在疗养院。要不这样，过完年咱俩去看她啊。只能这样了。不好选吧？哎呦，爷爷，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都睡了呢。躺下了我，这监控警报一直响嘛，我正要报警，一看，哎，原来是你这个偷花小贼。什么偷花小贼呀？行，爷爷，既然您都起来了，您跟我说说呗，您这么多花，哪一盆最好呀？送给谁啊？送给女朋友是吧？送给女朋友当然是送鲜花了。肯定是送给长辈才送盆栽啊！这个可这不行，破月银，趁早别拿，拿了也白拿，办不成事儿。那办不成事儿可不行，我得一举拿下。不要它。哎，这个呢？这个挺特别的哈。不行，路边花坛上有的是，不值钱。也不行。我看着都挺好的呀，爷爷。哎，告诉爷爷，大半夜到爷爷这儿偷花，到底送给谁？说出来，爷爷帮你。不行，爷爷这忙您真帮不上。哎，这个可以啊。哎，这别打，这不行，这它太单一，它拿不出手，它不喜庆。你这个这个，爷爷给你选这个红鹅掌。啊，又好养又喜庆。哎，不对，这个一定很名贵。您的表情都把您给出卖了，哎，是不是？它这是原生的蝴蝶兰，贵倒也不算很贵，
但是它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哎，蝴蝶兰啊，哎，那这个好啊，那就它了。哎呦，这个嘿，哎呀，这个好。哎，行，就它了。那我走了，爷爷。哎呀，等会儿，我还没同意呢。你到底送给谁啊？行，我跟您说吧，本来呢，我今年是打算把维安接回家，咱们一起过年。但是，他爸爸去世的早，妈妈一个人在家，我就想着去他家，跟他们一起过，给他一个惊喜。但是我不能空着手去啊，我想着，您这儿栽了这么多花，就选一盆给他送过去。这不，这盆叫蝴蝶兰，正好，他妈妈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兰字，所以啊，这不就是命运的安排吗？哦，原来是送给未来的丈母娘啊！早说呀，爷爷把半个花卉市场给他搬过来。那倒不用，爷爷，就它最好了。行了，那我走了。等会儿，兰花你拿走了，什么时候把孙媳妇带回来爷爷瞧瞧啊？那就得看爷爷您这盆兰花功效如何了。如果功效好的话，我大年初一就把它给您带回来。啊，大年初一？你不在家陪爷爷过年了？那爷爷在家有什么意思啊？哎，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到他家去过年？那怎么行呢，爷爷？不合适，不合适，我都是厚着脸皮过去的，您再过去，这算怎么个意思啊？是不是？啊，行了行了，爷爷，您快回屋睡觉吧，啊，等我的好消息，好吧？我先走了，晚安。我走了，谢谢爷爷啊，快睡了。臭小子，不带我去。谁呀？来了来了啊！哎呦，小顾啊，是我。哎呦，这大除夕的这么早啊？新年好呀，这花送给你。这么漂亮哎！你看放哪儿？放茶几上。放这放这儿。这是你买的？不是，这花啊，是我爷爷精心栽培的。我爷爷他养了很多花，我就挑了这一盆最好看的。你看，我爷爷他那个心疼的样子，我估计这花还是很稀有的。这不正好，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兰字吗？我觉得您就像这兰花一样，又漂亮又美丽。哎呦，小顾，你可太会说话了！哎，小顾啊，你也帮我好好谢谢爷爷啊！好的，好的。对了，阿姨，其实今天我不光是来给您送花的，我还是来和您一起过年的。您不会不欢迎我吧？怎么会呢？欢迎欢迎！哎，那就好。啊，小顾来了，你快出来出来！他过年的，你怎么来我家了？你不跟我一起回家和爷爷一起过，那我就回家和你一起过了。什么回家？是你来我家好不好？这不都是一个意思吗？反正将来都是我丈母娘家。行行行，你们两个聊啊，我把这个水果收拾收拾。张君晨啊！哎呦，你们俩，我拿个聊。在我家过年，那你爷爷他们怎么办？我就想和你一起过年。妈啊，今天脏活累活都得归你这干，不许白蹭我们家年夜饭。没事，阿姨，有什么事你就叫我啊，包在我身上。包在你身上。小顾，我自己来就行。没事儿。哎，谁呀？来了啊！哎，您是？我是云峥的爷爷。哎，小顾，爷爷，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请进，请进，来来来。哎呀，你第一次到人家过年，我怕你考虑不周啊。我怎么会不周呢？您问阿姨，我给阿姨送了您栽培的兰花，还去那个进口超市买了最大的水果礼盒。你看，果然不周啊！这是我们家小孙阿姨，让她到厨房帮个忙。哎呦，好，那我做饭去了，太客气了。这个是滋补的海参和燕窝，
这个鲍鱼和瑶柱呢，放在粥里特别提鲜，请您笑纳。哎呦，您太客气了。云峥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没有添麻烦。我也要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过年嘛，人越多越热闹。是。爷爷，那您先请坐啊。哎，好，谢谢，您过来。好。终于知道他想谁了。哎，你快泡点茶啊。坐，爷爷。这不就是那兰花吗？我问您，您不会也要在苏维安家过年吧？怕什么？反正早晚都是亲家，我提前来演练。你不在家，我跟他们仨儿子过年没什么意思。我说啥来着？还是跟您最亲。爷爷，哎，来喝茶。哎，谢谢。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谢谢你啊。那我先去帮忙。哎，你陪爷爷。好。维安还是可爱吧？哇，不用这么夸张吧？今天过节，不得捯饬吗？哎，再说了，小顾的爷爷来了，我这不是给你整脸吗？哎呀，不用这么红的口红吧？你懂什么呀？谁呀？啊，又是谁？赵叔叔，老赵，哎呦，你怎么来了呀？大清早啊，我去菜场炖了条鱼，又大又新鲜。我琢磨着年年有余，你肯定喜欢。谢谢你啊，赵叔叔。美兰，你这身衣裳真好看。今天不是过节吗？我就随便收拾收拾。啊，来，快点进。不了，我就来送个鱼。赵叔叔，孩子们都在国外，你是不是还得回去跟他们视频啊？啊？是，那我先走了。那怎么行啊，赵叔叔，哪有一个人过年的？你说是吧？留下我们家一起过年，人多热闹。要不你就听安安的。哎，好，进来吧。我去杀鱼。这是小顾，这是维安的男朋友，那位呢是小顾的爷爷。你好。哦，这位是美兰姐的，朋友。啊，对，朋友。叔叔好。啊，你好。我来帮您拿吧。没事，帮您拿。这鱼待会儿就让孙阿姨去做吧。大过年的，要不然咱们待会儿一起打个牌。好啊，好长时间没有一起打牌了。好，爷爷喜欢打牌啊。对，好。3代队。哎，你不能出这个，你出这个，你待会儿怎么小周，给我看牌。真是嫁出去的孙子泼出去的水。我要。好，我帮您看看，我帮您看看。 3个圈儿带一对舞。不要。就不要。这把我妈是地主，我们仨是一对。管不了啊。还是管不上。我管。人3代1对儿，你这一个8一个9。哎呦啊！好好的一对儿，千万要抓牢啊！千万不能跟他们拆散了。 爷爷啊，我觉得你这把当地主啊，又危险了。人岁数大了，眼神不好，脑子也不够用，一下午就我输得多。这把我帮您看着，一定赢，是吧？这把我爷爷一定赢。对，肯定能赢。 3、4、5、6、7。哟，怎么那么巧啊？不要过。咱们输了。 3个8，2个4。哎呦，哇！完了，我可要不了了。啊，过。我也要不了。那我赢了。睡觉。赢了。